南非70岁老人把狮子当孩子养13年，却被3只狮子围攻厮杀，当场惨死，救援队吓到腿软，事后3只狮子全被击毙。据《非洲时报》报道，早在1985年，莱昂·范比利翁和家人搬到了南非比勒陀利亚以北30英里处的哈蒙斯克拉尔。当时这里只是片空旷的土地，莱昂花时间将野生动物引入这片土地，建造住宿设施，提供野外观赏项目。他饲养的动物们在这里长大，事业也蒸蒸日上。2006年，莱昂做出了改变他一生的决定，他买下了3只刚满月的狮子幼崽，并给他们起名叫兰博、卡特琳和中田。从那天起，他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献给了他们，白天陪他们玩耍、训练、喂食，夜晚则常常直接睡在围栏里，在幼崽们依偎在他身旁的呼吸声中迎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。虽然莱昂有2个亲生女儿，但这3只小狮子无疑成了他生命中的第3、第4、第5个孩子。他像父亲般守护他们，而狮子们也用罕见的温顺与信任回应他。至少在他们生命的前13年里，他们始终把莱昂当成家人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莱昂意识到，这些狮子幼崽不仅是他热爱的伙伴，更承载着某种更宏大的使命。通过他们，他能让更多人理解狮子的价值、行为与困境，能以自己的方式推动野生动物保护。于是，他建立了一套独特且惊心动魄的参观体验。莱昂会在亲自为游客讲解狮子知识后，带领他们前往围栏，近距离观看这些动物。这些狮子属于半驯化状态，几乎一生都生活在旅馆。莱昂带领游客穿过保护区，仅隔着几根细的几乎透明的铁线，让他们近距离面对这些顶级掠食者。游客紧张的几乎不敢呼吸，而莱昂却像在介绍家里的猫一般，一边抚摸狮子的鬃毛，一边为游客讲述狮子的习性、力量与脆弱。在喂食时刻，莱昂站在咆哮的狮子身边，向游客展示真正的野性震撼。而夜幕降临后，游客回到旅馆，听着狮子在黑暗中发出的低吼和嘶鸣声入睡，那声音在保护区的夜风里回荡，像古老荒野的心跳，令人难以忘怀。他的旅馆紧邻著名失语者凯文·理查森所在的保护区。人们常说，这片土地上有2个人真正懂狮子，一个是理查森，另一个就是被称为养狮人的莱昂。此时的莱昂已年过70，历经一生的奔波，他终于决定放慢脚步，将旅馆挂牌出售，准备退休。他已经成为爷爷，甚至曾祖父。他希望未来能把更多时间留给不断壮大的家族，带着他对狮子的热爱和一生的故事安享晚年。但没有人会想到，等待他的结局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致命的背叛。然而2019年8月20日，故事真的到了终章，但结局的方式比任何人能想象的都更加残酷，更加突然。哪怕已是70多岁的老人，莱昂依然被所有人尊称为养狮人。他每天坚持做讲解，带游客参观，分享自己与猛兽同生共死的传奇，就像过去几十年一样。他是3头狮子的父亲、伙伴，也是旅游营地从灯泡到围栏的一切维修师傅。就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午后，他照例巡查围栏，却注意到狮子活动区外围有一段铁丝网松动。这种小问题，他几十年来修过无数次。于是，他像往常一样推开安全闸门，走进狮群的领地，同时轻声呼唤3头狮子的名字。这是他一贯的安全程序。兰博、卡特琳和中田3头成年狮子安静地站着，目光平静，甚至带着熟悉感。莱昂完全放松，毕竟他养了他们13年，他们从婴儿时期就在他怀中长大，从未伤害过他。闸门被关上，阳光炙烤着稀树草原的土地，空气里是干草的味道，一切都和无数次进入围栏的画面一模一样。危险在此刻静静潜伏。莱昂走到破损处，俯身查看，他几乎下意识地跪了下来，背对着狮子。这是一个瞬间让狮子本能亮红灯的动作，对他们来说，这不是维修动作，这是猎物暴露弱点的姿势。谁都不知道是哪一秒触发了野性，也许是一道光影闪动，也许只是风吹动草叶。但那一刻，其中一头狮子的眼神变了，原本柔和的目光突然像被点燃，一种冰冷、古老、纯粹的捕猎模式迅速在他的脑中接管身体。那是千万年前就写进基因里的东西。他再也不是莱昂的孩子，他是一头饥饿、强壮、拥有天生杀戮本能的掠食者。他盯着那道毫无防备的人类背影，没有嘶吼，没有警告，没有丝毫铺垫。世界像被按下静音键，下一秒，风甚至来不及吹动草叶，狮子突然启动。他盯住了莱昂，那目光已不再是过去无数次清晨与夜晚里那种熟悉、温顺、带着依赖的眼神。那一瞬间，
他像是被某种久违的野性开关点燃，眼孔微缩，瞳仁深处透出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光，纯粹的捕猎凝视，没有低吼，没有龇牙，没有耳朵后贴，一丝预兆都没有。下一秒，那头狮子像被弹簧猛然激发一般，从静止到爆发几乎没有过渡，肌肉瞬间绷紧，地面扬起一层尘土，它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冲出，直线加速，猛然跃起，瞬间扑杀。这一切快到离谱，快到几乎超越人类的感知极限，也许是1秒，也许连1秒都不到。莱昂什么都没看到，他甚至连脚步声都没听见，背后的世界陷入一种诡异的静默，而死亡正以掠食者独有的冷酷方式袭来。另外2只狮子也从平台上一跃而下，空气被它沉重的身体撕裂，落地瞬间，后肢狠狠踩进土里，以数百磅的重量爆发最后的冲刺。下一刻，狮子像一道金色的闪电撞上莱昂的后背，冲击力巨大到连空气都被震得颤动，莱昂整个人被压得向前扑倒，毫无抵抗。而狮子接下来的动作更是精准、冷静、致命，它在空中就已经锁定了目标位置。成年雄狮最致命的攻击姿态，直取喉部，下颚瞬间张开，露出4英寸长的獠牙，随后以雷霆般的力量合拢。那不是咬，那是掠食者天生的处决动作，獠牙刺入皮肤，穿透组织，撕裂动脉，重达650 psi 的咬合力瞬间压碎颈侧组织，快得像闪电，也快得没有给莱昂留下任何反应的机会。650 psi 的咬合力瞬间压碎皮肉与软组织，4英寸长的獠牙毫无阻力地刺穿肌肉、血管、气管，鲜血在第1秒就喷涌而出。几秒后，莱昂仅仅发出了一声短促、极度微弱的求救呼喊，这是他最后的声音。工作人员在数十米外听到动静，飞奔而来。当他们冲到围栏内侧时，看到的景象让所有人当场僵住。那头狮子正用巨大的身躯压制着莱昂，獠牙仍深深咬在他颈侧。他们顾不上迟疑，当场开枪。第1枪击倒了扑在莱昂身上的狮子，第2枪击毙了不远处徘徊因血腥气而兴奋的另一头狮子，但已经太迟了。莱昂倒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颈侧的伤口正不停涌出深红色的血液，他的胸膛没有起伏，没有任何声音。工作人员试图靠近，但第3头狮子仍在围栏内警戒地来回走动，让任何人都无法安全进入。急救人员抵达后，所有人都明白，他们什么也救不回来了。最终，出于安全与救援需求，第3头狮子也被击毙，医护人员进入围栏，但他们只能确认莱昂已经死亡，他的颈部伤势严重到毫无生存可能。这一切来得太快，太突然，快到人类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时间。莱昂只是在那一刻背对狮子跪下，检查了一处破损的围栏，但对一头猛兽来说，这便是一个无法逆转的通往死亡的姿势。哪怕一头动物被人类驯养10年、20年，甚至自出生起就与人类朝夕相处，它依旧是野兽，那深植于基因中的原始本能从未消失，只是被暂时压抑，潜伏在体内最深处，等待某个瞬间被唤醒。莱昂亲手把这3头狮子从嗷嗷待哺的幼崽养到成年，他抱着它们入睡，用手抚摸它们的鬃毛，安抚它们的呼吸，它们识得它的气味，也会在看到它时放松耳朵，低声咕噜。10几年来，莱昂一直相信自己了解它们，理解它们的每一次情绪波动。他常说这些狮子是他的孩子。然而，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击碎了所有人的幻想。野兽永远是野兽，即便驯养、信任与陪伴在身，都无法完全覆盖动物天性中的杀戮本能。而一旦那束缚本能的锁链断裂，人类面前永远只有力量的悬殊与无法挽回的后果。最终，莱昂不仅失去了生命，那3头由他亲手抚育、视如家人的狮子也在事件发生后相继被击毙，4条生命在几分钟内消逝。这是人类与野性之间最残酷的代价。更令人心悸的是，这并非孤立。过去的记录显示，在所有被圈养的大型猫科动物中，狮子的行为最难预测，最不稳定。统计数字清晰而冷酷，圈养环境中发生的大型猫科动物袭击中，有 60% 来自狮子，远高于猎豹、老虎、美洲狮或美洲虎。在莱昂去世后，他的家人经历了难以言喻的震惊、痛苦与自责。然而随着时间推移，他们开始慢慢接受现实，他们的释怀带着深沉的哀伤，却也有微薄的安慰。莱昂离开时是在他热爱的土地上，做着他穷尽一生所坚持的工作，被他深爱的狮子所环绕。这是一种残忍却深刻的讽刺，他最终死于自己最深爱、最信任也最理解的生灵手中。从1996年到2019年，莱昂遇袭，南非圈养食肉动物设施共发生了40起事故，
13起为致命事件。动物保护组织的负责人表示，他们发现，在人与动物互动频繁的设施中，动物似乎更容易到达临界点，并在压力下突然攻击人类。虽然直觉上人们会认为，经常与人类接触的动物应该会对人更温和，但在某些情况下，事实恰好相反。莱昂深爱他的3头狮子，甚至把他们称作孩子。他们并不是为了狩猎而饲养的，一生大部分时间也不是被关在狭小笼子里。过去从未发生过任何攻击游客的情况。然而就在某一天，他却被自己亲手养大的3个孩子致命咬死，而这3头狮子最终也被射杀，迎来了他们悲惨的结局。